everything. 癌儿专家这趟可发达了，雨林求生竟实现了蛋白质自由，不仅吃上清甜爽口的雨林黄瓜，还用自制捕鱼枪抓到一条鳟鱼，搭配上粉香蕉做了锅剁椒鱼头，喝着82年的阿萨姆奶茶，嚼着劲道紧实的麻辣鱼仔，好端端的一档荒野求生节目，又被他过成了带薪度假。夹在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中间的达里恩沼泽，长达160公里的茂密雨林里，不仅生活着许多致命的动植物，还是全球最大的面粉走私天堂，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泰国金三角。而本期德爷却单枪匹马对其发起挑战，乘坐着摄制组9块9包邮的核动力快艇，德爷火速抵达雨林深处，不带任何求生装备，甚至不带头发。德爷要在10天内抵达30公里外的村庄。老规矩，先简单检查一下装备。目前太阳的影子处于正北方向，德爷很快便推断出自己要走的方向是东边，但他并没有着急出发，而是打算在沙滩搜寻点可利用物资。很快他便找到一把破伤风之刃以及几根生火用的浮木，又从附近薅了点棕榈纤维当引火材料。德爷这才迈开脚步出发，眼前刚好有条东西走向的河流，德爷沿着它走能节省不少时间和体力。路上渴了就直接趴下蹲，喝起来甘甜可口，解渴指数是牛肉的几10倍。又继续朝着东面前进了3个多小时后，眼看此时已经日薄西山，德爷必须时刻留意影子的位置，以确保自己不出现巨大的偏差。随着一直往前走，周围的地势越来越崎岖，德爷渐渐感到力不从心，而且他还觉得十分闷热，如果继续前进的话很可能会中暑。反正距离天黑也没剩多少时间，于是德爷在河边找了块空地，今天就先在这里休息一宿。来到次日清晨，先到小溪简单洗漱一下，接着继续踏上求生之路。地势还是一如既往的崎岖，河流也逐渐变得湍急起来。跋涉了一会儿，面前出现了一道瀑布，目测起码有7、8米高，爬上去的话危险系数太大了。思索片刻后，德爷还是决定从旁边的山坡绕过去。然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之前他还能靠河流的声音辨别方位，可随着离河流越来越远，德爷渐渐偏离航向，听不到任何水声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此时的他已经有些口干舌燥了。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原路返回，要么冒险继续往前走。德爷自然不想回去，随着一直往上，他体内的水分也在快速流失，如果再喝不到水的话，恐怕有中暑吃席的风险。德爷强撑着爬上山顶，眼前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，但此时的德爷可没工夫欣赏这些，简单规划好路线，就马不停蹄往山脚前进。途中看到有棵不知名的果树，上面还结着长条状的果实，德爷摘下来一个，放进嘴里大口咀嚼了起来，吃起来嘎嘣脆，口感有点像黄瓜，里面不仅富含大量的水分，而且还能为德爷额外提供不少能量。德爷一连吃了10几根，接着继续迈上下山路，徒步2个小时后成功抵达。本以为很快就能找到水源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干涸的河床。不过德爷并没有气馁，他沿着河床展开搜索，说不定能找到几个残留的水坑。途中看到旁边有几根水藤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里面都存有淡水。德爷用刀尝试砍下一截，可几刀下去，里面的纤维都是干的，已经没有再继续的必要了。德爷不甘心的往前走，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在一个小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水坑，浑浊的清水呈现出浓郁的黄色，已经达到了直接饮用的程度。但考虑到身处野外，德爷还是决定保险点，在旁边挖了一个沙坑，简单过滤，等待泥沙沉淀的时间。他到附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装水的容器，这一带有很多走私犯和面粉商人，德爷想要找到他们遗弃的垃圾并不难，一番搜索就找到了几个塑料瓶，但只有一个是带瓶盖的。返回水潭边已经过滤的差不多，德爷满满当当灌满1瓶，接着便到了狂饮时间。看这色泽和阿萨姆奶茶差不多，喝进嘴里泥土的芳香混合着树叶腐烂的味道，口感简直棒极了，好喝的一时间让德爷说不出人话。考虑到天色不早了，德爷原地休息一晚，隔天继续在雨林中穿行。茂密的植被不仅影响前进速度，而且树上还可能有辣条的存在。好在及时出现的水流声让德爷重拾信心，顺着声音，德爷找到了一条小溪，二话不说先躺进去给身体降温。看到里面有不少嚣张跋扈的小鱼，德爷当即计上心头，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来到第4天，将前几天捡到的塑料瓶从中间切开，将一端插到另一端里面，就是一个朴实无华的陷阱。至于诱饵，就用抓到的几只蚂蚁。等待陷阱生效的这段时间，德爷打算把火升起来，抽出万能的鞋带，迅速加工出一把工钻。拜火德开始重操旧业，这里的环境闷热潮湿，德爷抱着工钻足足摩擦了1个小时，也就是2个半小时，总算弄出了火星。接着放进干燥的棕榈纤维里，火苗窜一下就冒了出来。接着过去检查捕鱼装置，没想到里面的收获还不少，足足5、6条鱼仔。德爷将它们放在火堆上炭烤，比较外嫩后浅尝一口，吃起来嘎嘣脆，鸡肉味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。德爷一口一个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吃饱喝足后，思想品德开始复盘今天的工作。到了第5天，一大早德爷就迫不及待出了发。为了尽早抵达终点，德爷必须离开河流朝内陆进发，但这毫无疑问又会让他陷入缺水的境地。跋涉了5个多小时后，德爷瓶子里的水已经见底，现在他又面临脱水的问题了。好在继续往前走了一会后，他透过树林发现了一条小溪，赶忙躺进去给脑门降温。上岸后发现附近有人类活动的痕迹，更让人没
没想到的是，旁边还有一个被遗弃的煮饭锅，这可把德爷高兴坏了。之前的食物一直都是烤着吃，现在有了这口锅，终于有机会一展厨艺了。首选的目标就是河里的小鱼。德爷先用棕榈加工出一个箭头，接着将其绑在木棍上，然后利用背包上的松紧带提供动力，一把捕鱼枪就制作完成了。随后德爷下水化身海王，开始猎杀，瞅准时机一连射了10几次，还真让他抓到几只又大又小的鳟鱼。不得不说，德爷果然有2把刷子。上岸后，他又发现了一棵香蕉树，看到上面有一大串香蕉，德爷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疯狂肘击，也是成功收获了一大串香蕉。接着把插到的鱼放进锅里，再把香蕉切成厚厚的薄片，放进锅中一块炖煮。15分钟后，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剁椒鱼头就新鲜出炉了。德爷拿起一块塞进嘴里，吃起来咸咸淡淡，不咸不淡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。吃饱喝足，睡到次日清晨。出发前，德爷先将肚子给灌饱，接着又一头扎进丛林里，一直来到第7天的中午。德爷发现天空开始晴转多云，这让他很难利用太阳辨别方向，他只能通过感觉朝着最亮的那一块前进。随着不断跋涉，周围的植被类型也发生改变，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的灌木，这意味着他即将走出丛林。果不其然，穿过一片芭蕉林后，眼前就出现了一条河流，先喝2口水压压惊。此时不远处划过来一条小船，经过一番加密交流，确定是正确的人。到此本期挑战也就圆满结束了。